很多人都有喝茶的好习惯，经常喝茶对身体也有好处。但是有些人喝茶呀，存在一些误区，如果不避免的话，很可能会伤肾、伤胃、伤血管。冲泡时间过长，很多人泡茶喜欢泡很长时间，但是茶叶泡太长时间不仅会使味道变差，营养价值也会大打折扣，而且茶水放时间长了很容易滋生细菌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喝浓茶，很多人认为浓茶味道香，喝起来更好，但是浓茶中含有较高的氟、茶碱和咖啡因，会给肾脏增加负担，损害胃黏膜，还容易伤害血管和心脏，对健康非常不利。用沸水泡茶，泡茶的水是不宜过烫的，太烫的水会破坏茶里的茶多酚和维生素，导致营养流失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容易给肠胃造成损伤。所以大家喝茶时呢，要注意上面这3点。平时喝茶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蒲公英茶、菊花茶、绿茶等，有助身体健康。由于现在的人呀都不注意饮食，所以很多人会出现胃不舒服的情况，比如消化不良、胃痛、腹胀等。那该怎么调理呢？不妨拍打肚子上，在肚脐上5寸有个上脘穴，5寸大约就是3个手指加4个手指宽。当肠胃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时，就可以按摩这里，用手掌拍打即可，每次拍打50次左右。经常拍打上脘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改善消化不良的情况。除了拍打上脘，还可以拍打中脘。中脘在肚脐上4寸的位置，大约1个手掌宽。按摩时也可以用手掌拍打。经常拍打中脘也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不仅可以改善消化不良，还能够帮助预防便秘的发生，对肠胃健康有帮助。生活中经常吃生冷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都可能会造成胃部不适，所以大家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才对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有口臭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胃火旺盛引起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降胃火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穴位，没事的时候按一按，帮你消灭胃火。这个穴位就是手上的劳宫穴。劳宫穴在手掌心，将手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劳宫穴，属于手厥阴心包经，与心经和胃经相连。那经常按摩有健脾养胃、清热降火、去寒邪的作用。对养心呢也有很好的效果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按揉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如果能每天坚持按摩，对降胃火、缓解口气有一定帮助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里面有幽门螺杆菌，身体会发出3个暗号，别不当回事儿。第一个，泛酸烧心。很多人在吃完饭后会出现泛酸、烧心、消化不良的情况，那这时就要小心，可能是感染了幽门螺杆菌，因为幽门螺杆菌会影响胃酸的分泌，从而使人出现泛酸、烧心这种现象。第二个，严重口臭。很多人口臭呢是因为口腔疾病，但如果不是这种原因，长期出现严重的口臭，就可能是胃里有幽门螺杆菌，最好检查一下。第三个，早上有饱腹感。早上起床后，如果没有吃任何东西，感觉到有饱腹感、腹胀的情况，也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有关。因为幽门螺杆菌影响了胃部消化功能，使人食欲下降，所以出现了腹胀和饱腹感。平时要多注意调理才行。相信大家都熟悉，不仅吃起来很香，营养呢也很丰富。经常吃黑米对身体呢还有好多的好处，很多人不知道。长期吃黑米对减肥有帮助，因为黑米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，经常吃可以改善便秘，而且还有很强的饱腹感，非常适合减肥的人吃。长期吃黑米对肾脏健康有益，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所以呢，黑米对肾脏健康也有很大帮助。经常吃黑米能够起到养肾补肾的效果。长期吃黑米能够保护心血管，黑米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提高好胆固醇的含量，所以呢，对保护心血管有很好的作用。虽然吃黑米好处多，但一类人最好一口都不要碰，那就是消化不良的人。如果吃多了，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引起阳气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如果想让人体正常运作，那么是离不开阳气的。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人也很难长寿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行为都在损耗阳气，快看看你是不是也有。
第一个行为，长期吹空调。随着空调的普及，炎热的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内，尤其喜欢让空调直吹自己。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寒气入侵，有损阳气。第二个行为，长期熬夜。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而且也很损耗阳气。如果身体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阳气下降，诸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，如果不想损耗阳气，上面这2个行为最好不要有。除此之外，想要守住阳气，还有2个小方法，大家不妨试一下。第一个是多用热水泡脚。如果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刺激到脚底的涌泉穴，对增强人体阳气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第二个是多拍手。拍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人人都会。在我们手上呢，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经常拍手可以震动阳气，推动全身的气血运行。每天拍手5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补阳气有很好的效果。再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关节之一，也是最容易受伤的。今天呢，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养护膝盖。动作1，靠墙蹲。首先找到一面墙，背靠墙站立，然后使我们的后背靠在墙上，双腿慢慢的往下蹲，直到大腿和地面平行。坚持10秒，回到原位再做，每天做3到5分钟就行。动作2，坐姿踢腿。坐在椅子上，双腿并拢，自然下垂，然后将双腿并拢向上踢腿，速度不用太快。抬到最高点时，坚持5秒，再返回反复的做，也是呢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锻炼腿部肌肉，增强肌肉力量，还能够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强化膝关节、保护膝盖的作用。那膝盖不好的朋友可以每天试着。既然经常洗澡是一个好习惯，也能够让身体保持清洁，不受细菌的干扰。但是很多人洗澡呢，都喜欢犯相同的错误，这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，会影响人的寿命。吃完饭洗澡。很多人呀喜欢在晚上吃完饭后洗澡，尤其呢是夏天，吃完饭就一身的汗，这时就会去洗澡，洗完澡呢就睡觉了。刚吃完饭，血液流速会加快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。如果这时洗澡，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运动完洗澡。这个呀是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，因为运动完身体会出很多汗，这时就喜欢冲个澡。但是呢，当人出汗时，身体的毛孔会扩张，血液流动速度也会加快。如果这时洗澡，很容易寒气入侵，导致免疫力下降，身体健康也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大家洗澡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因为不正确的洗澡方式影响自己的健康长寿。很多人都有早上起床喝一杯水的习惯，这也是很养生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喝水也是有讲究的，要注意下面这3点，要不然喝了也白喝。第一点，水温不对。早上喝水的水温一定要掌握好，如果太凉会对肠胃造成刺激，太烫容易给口腔和食道黏膜造成损伤，所以水温应该在35到40度是最好的。第二点，喝水量不够。虽然早上空腹喝水对身体好，但是喝水量不够是达不到养生效果的，最好喝到200毫升左右，这样才是最好的。第三点，喝的水不对。有的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，所以早上喜欢空腹喝一些柠檬水啊、蜂蜜水啊，甚至有的人用咖啡和饮料代替。这些饮品一般都不适合早上空腹喝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。其实早上空腹喝水并没有那么复杂，只要你喝对了，那么就能够达到养生效果了。很多人晚上睡觉会有夜尿频繁、尿频尿急的情况，如果不是因为睡前喝了很多水导致的，那么要小心2个问题，尽量别忽视。第一个问题，肾脏出现异常，因为肾脏对体内水液代谢有很重要的作用。而且我们身体中有一部分尿液是通过肾脏代谢的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尿频、尿急、尿液增多的情况。第二个问题，膀胱炎。
因为我们的尿液主要是储存在膀胱内的，如果膀胱出现问题，出现炎症，那么就会降低尿液的储存量，从而使人出现尿频、尿急、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喝水，这样对膀胱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出现夜尿异常的情况时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可以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出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